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频道。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Bybit 的交易所有哪些直接的好处，又有哪些隐藏的一些费用，背后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隐藏的成本。我会把 Bybit 的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给大家来讲一讲。首先，我们来看看 Bybit 的一个直接好处。Bybit 是目前极少数支持用稳定币参与新币挖矿的一个交易平台之一，除了它就是币安的 Launchpool 支持用了 FDUSD 去挖矿。Bybit 更简单粗暴，直接开放 USDT 的一个资金池，新老用户都能参与，没有门槛。接下来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你用一个账号投入2000 USDT， 这个是单个账号的上限，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你可以用身份证、护照或者驾照分别去注册3个账号，那就是6000 U 的一个额度。根据我实际参与的一个项目，整个资金池的总量是1336万 USDT， 我们的6000 USDT 占比是 0.00004488。结合项目空投的总量呢，你大概可以分到2019枚SWIL 的一个代币，折合现价大概就是100多美金。它的一个上币节奏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是目前全网更新最快的一个平台之一，它甚至比币安还要猛。Bybit 上币的一个节奏是真快，基本上是目前全网 Let's Go 里面更新频率最快的一个平台之一，它甚至比币安还要猛，所以经常参加这个 Bybit 的 Let's Go 基本上等于白拿空投，低风险可以撸羊毛。还有一个上币的一个速度加合约的一个品种，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目前它的交易所的一个数据。Bybit 在 USDT 本位合约的品种数量排名靠前，基本是第一，现货排名第2，仅次于币安，远超 OKX。这个就意味着，无论你想做一个热门的合约， Bybit 基本上能第一时间上线，而且它的流动性是非常的足。很多大 V 也发现了 Bybit 有点像是2021年的一个DeFi 爆发的时期的一个币安。它上币快，数量多，重点是还能自己筛选能拉盘的一个项目，主动配做事，制造财富的一个效应。他们会通过做市商给某些优质山寨币加大一个流动性，帮助拉盘造势，从而吸引更多用户来平台参与一个交易。当然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上得快也意味着风险高。今年上半年它也确实有一些垃圾币上来后直接就夭折，长期就起不来了。再说一个干货，Bybit 的一个合约的一个成交榜，你可以在 Bybit 首页点击成交额，点一个合约，你就可以看到屏幕的这张最热的一个合约交易品种。首先稳居第一的就是一个 BTC-USDT， 第二个就是以太坊。还有一些各种刚上线的一些新的一些标签项目，你可以能看到后面会有一个符号，这个代表什么？其实这些新合约它直接冲进了成交榜的前10，说明有机会你可以重点的关注这些品牌来做一个短线的一个套利。好，接下来看一下合约手续费，可以看到现货的 Tether 它是 0.1%， Maker 它也是 0.1%， 这个和币安是一样的合约手续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衍生品，这里 Tether 它是 0.055%， Maker 是 0.02%。作为一个对比来看，可以看到币安的它的 Maker 它也是 0.02%， Maker 是 0.05%。Bybit 的一个它的一个 Tether 既然比币安还贵了0.005%。如果说你想要最大程度的去节省这个手续费，点击本视频下方鼠标往下拉，在这里有一个更多，这里面有一个展开按钮，里面有一个 Bybit 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你可以用我的这个链接来进行注册，就能够获得 20% 的一个手续费优惠。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进入Bybit 的一个官网，在填写邀请码的时候输入我的邀请码 YNOWL6Y， 这里我也会把邀请码放在屏幕前，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把这个邀请码记下来，注册的时候一定把它填进去，这样你就可以用我的链接邀请码，你就可以获得 20% 的一个手续费减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合约资金费和其他家，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当前Bybit的一个交易所的一个资金费跟其他家比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当资金费为正的时候，做多的人多了就要缴纳资金费给做空的人，当资金费
为负的时候，做空的人就要缴纳资金费给做多的人。接下来就是一个合约爆仓税，这个合约爆仓税在你的这个合约还没有完全把保证金全部亏光的时候呢，就给你平仓了。那么 Bybit 是如何设置？我们可以拿一个币种来去设置一下，比如说一个狗狗币。如果在这个狗狗币的合约里面，你开仓了20万仓位，那么你的这个仓位会在剩余0.75%保证金的时候就给你报了。如果你开到了50万的仓位，那么就会等你剩到1.5%的时候就给你报。那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有的它是比较隐晦的，但是其实隐含着很大的含义。当我们在爆仓的时候，我们首先你会损失所有的一个本金，这个交易所它是会去帮你强平的。如果强平的价格优于破产的价格，多余的保证金就会全部进入到保险基金里面，就相当于如果你被爆仓被强平，那你剩的那一点保证金就会注入到一个保险基金里面，就回不到你自己的账户了。但是这么做它也会有一个好处，如果你被强平的价格比破产价更差，那么会拿保险基金来填你的这个窟窿。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做多正常的爆仓价格是100元，那么强平时给你平到了101，那么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平仓的价格优于破产的价格，让你少亏了，但是少亏的那部分要注入到保险基金，这个是做多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平的时候价格更差了，比如说平到了98块，那么中间差的这2块就由保险基金承担。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慢慢的来摸索一下，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你真的被强平了，那么你剩的那点币也就被注入到这个保险基金里面，相当于跟你也没啥关系了。最后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提币手续费，来简单的做一个对比。那我们就拿这个 OE 和 Bybit 来看一下。那么我们选择同一个网络，就是一个 TRC20。那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是 Bybit 它的一个手续费，我这里选择 TRC20， 那它的一个手续费是2 USDT 的一个手续费。我们再看一下 OE 的，同样是选这个 TRC20 的一个手续费。那在这里可以看到了，它大概是约 1.7 USDT 的一个手续费。这里目前看的这个 OE 它会比这个 Bybit 会低那么一点点，就相当于0.3的一个 USDT， 基本上这个是大差不差的，都差不太多。那当然这里提币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在这里，它下面还有，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可以选择最后一个 APHOS， 那这个可以看到它的手续费是0 USDT。大家在用 Bybit 提币的时候，可以选择最底下的 APTOS 的网络，它是0手续费。那么如果说你想最大程度去节省这个手续费，记得大家一定要点击我的视频下方的展开按钮，在这里找到一个 Bybit 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那么用这个链接和邀请码来注册，就可以享受20%的一个手续费减免。你也可以直接去官网打开 Bybit， 在是否有邀请码的那一栏选择4，输入我的一个邀请码 YNOWL65Y， 那么就能够获得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了。那这里肯定还有一些朋友到这儿来还没有注册，你对这个 Bybit 还在和你对这些交易所还在观望，不知道用哪一个交易所比较好。那我的前面有一期视频讲了一个 Bybit 和币安2大交易所哪个好，那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再来看看它2个之间的一个对比。这里如果还有朋友不会注册这个 Bybit， 还没有注册的朋友，那也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那如何去从注册到认证到领卡到充值，最后到绑定支付宝这一系列的整个流程，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些视频。看完这个视频，相信你也会注册这个，那么你也可以轻松的注册 Bybit 的一个交易所。大家想要搜新手的一些教程，可以在这里搜索，比如说搜索一个币安注册，在我的首页这里有个搜索按钮，搜索图标后面搜索一个币安注册，那么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币安的一个新手教程、注册教程。OK， 那希望今天我的视频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里所有相关链接都可以在视频下方描述栏找到。小鱼儿常用的一些链接都会放在视频下方，比如说 GPT 的便宜合租的账号，大家都可以我的描述栏去找到。那么有问题还可以给小鱼儿留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再见。